一樓還能不能買？地下室的車位又該怎麼挑？這支影片就把這2件事講到底，不講場面話，直接講你在看屋現場就能判斷能動手的東西。今年6月，颱風米克拉的外圍環流合併西南氣流，帶來連日大豪雨。截至6月26日中午，全台一共造成487件淹水災情，其中還有74件沒有退水。6月25日那一天，台北市單日災情通報150件，光是積淹水就有107件，最集中的地方是內湖區。內湖大溝溪站測到的最大時雨量達到 100.5 毫米，超過台北市雨水下水道每小時 78.8 毫米的保護標準。南港、屏東、高雄、台南也都出現積淹水。台北市的災害應變中心升到2級開設。這一場雨剛好把3件事攤在台面上。第一，一樓其實有2種，一種站在路面上，一種站在幾階之上。天氣好的時候看起來一樣，大雨那一天完全不一樣。第二，水到底是從哪幾條路進到屋子裡？地下室又是照什麼順序泡的？第三，看屋那一天，你可以親手做哪幾個動作？不用花錢，不用帶儀器，不用找專家。這件事對我們這個年紀的人特別實際。買一樓、買地下室的車位，多半不是為了投資，是為了走出去方便，停車方便，是為了將來腳力差了還能自己出門。可是同樣的方便，遇到大雨那一天要付的代價差別非常大，而這個差別在天氣好的那天多半看不出來，因為晴天的房子每一間看起來都一樣好。真正把2間房子分開的，不是裝潢多漂亮，也不是屋齡差幾年，而是地板比路面高了幾公分，坡道口有沒有做那道擋水的隆起，社區平常有沒有把該做的事情做起來。這些東西不會寫在說明資料上，只會留在現场，等你自己去看。先從最容易被誤會的那件事講起。一樓其實有2種，我們平常講一樓講的是同一個詞，但在房子的世界裡，它是2種完全不同的東西。第一種叫地面層一樓，意思很白話，就是你從馬路走過來，腳底下的柏油路是什麼高度，屋子裡的地板就差不多是什麼高度，門口最多1階，甚至沒有階。這種一樓進出最方便，推輪椅、牽腳踏車、搬東西全部零障礙。但也因為零障礙，馬路上有多少水，你家門口就有多少水，中間沒有任何東西擋。第二種叫抬高的一樓，有些人也講作墊高的一樓，或是有高低差的一樓。這種房子從馬路走過來，會先上3階、5階，甚至7、8階才進得了門。屋子的地板整個比路面高出1截，有些是老房子當初就墊高，有些是社區在設計的時候故意把1樓的樓地板拉高，中間留一層空間做管線或做車道。差別在哪裡？差在3樣。第一樣，門檻的高度。抬高的一樓，門檻等於天生就有幾十公分的緩衝，水要進屋得先淹過那幾階。地面層一樓，門檻可能只有3公分、5公分，那是拿來擋灰塵的，不是拿來擋水的。第二樣，地坪的高度。這個詞聽起來像行話，其實就是你家地板的絕對高度。同一條巷子裡，2間看起來一模一樣的一樓，地板差20公分，遇到淹水那一天，一間濕到腳踝，一間完全沒事。這20公分不是裝潢，是命。第3樣，排水的設計。抬高的一樓通常會在階梯旁邊做一條側溝，把水引到別的地方去。地面層一樓很多是直接對着馬路，門口那條溝就是全部的防線。所以下次有人跟你說我買的是一樓，你可以多問一句，是走進去的一樓，還是要爬幾階的一樓？這一句話問下去，2種房子的體質就分出來了。那水到底是從哪裡進來的？很多人以為淹水就是天上的雨太大，落下來積在門口，其實那只是其中一種。真正會讓屋子進水的，通常是3條路，而且常常是同時來。第一條，路面積水倒灌，雨落在馬路上，沿着坡度往低的地方流，流到排水溝，再進到雨水下水道，這是正常的順序。但如果雨太急，溝跟下水道來不及吞，水就會在路面上愈積愈高。當路面的水位高過你家門檻，它就會直接推門而入。這種水最快也最常見，從你看到門口起水花到水漫進客廳，有時候不到10分鐘。第2條，地下水位上升。這個詞也解釋一下，地底下本來就有水，那個水面的高度就叫地下水位。平常它離地面很深，你完全感覺不到，但連下好幾天大雨之後，
土壤稀薄了，地下水位就會被頂高。這時候水不是從門口進來的，是從地板、從牆角、從地下室的接縫慢慢滲出來。這種水很慢，卻很難處理，因為它不是擋得住的，它是從下面上來的。很多人納悶說，我門口明明沒淹，為什麼地下室是濕的？答案常常在這裡。第3條，雨水下水道超過保護標準。保護標準這4個字聽起來很硬，其實道理很簡單。一個城市的排水系統是照一個假設的雨量設計的。台北市的雨水下水道保護標準是每小時 78.8 毫米，意思是每小時下到 78.8 毫米以內的雨，系統設計上是排得掉的，超過了就不是排水系統壞掉，而是雨大過設計。今年6月25日那天，內湖大溝溪站測到的最大時雨量是 100.5 毫米，你把2個數字擺在一起看就懂了。100.5 對 78.8， 多出來的那20幾毫米沒有地方去，只能留在地面上。這就是為什麼那一天內湖淹得最集中。有人可能會問，1小時100毫米到底是什麼概念？我這樣講你就有感覺了。1毫米的雨等於1平方公尺的地面上倒下1公升的水，也就是1瓶大罐礦泉水那麼多。1小时100毫米等於在你家客廳每1平方公尺的地上1小時內倒下100瓶礦泉水。如果你家客廳有20平方公尺，那就是1小時內有2000瓶礦泉水倒在你的客廳上面，而這些水還要跟隔壁、跟整條巷子、跟整個山坡下來的水一起擠同一條溝，擠不下就上來了。再講那一天為什麼偏偏是那些地方，我不點名任何一個社區，也不講任何一個建案，這是原則。但我們可以講地形，地形不會騙人，地形也不會因為房價漲跌而改變。會積水的地方通常有幾種長相，一種是碗底，整片區域四周高，中間低，水從四面八方往中間集中，你站在那裡看不太出來，因為坡度很緩，但你騎車經過的時候會有感覺，就是那一段特別好騎，然後又要出力，那個特別好騎的地方就是碗底。一種是坡腳，後面靠山，前面是平地，山上的水順着坡衝下來，第一個踩剎車的地方就是坡腳。平常這種地方景觀好，空氣好，遇到短時間強降雨，它承受的就是整片山坡的水。一種是舊水道，很多地方以前是溝，是鎮，是小河，後來加蓋、填平、蓋房子，水有記憶，他會記得自己以前走哪裡，大雨一來他就想回老路。還有一種是低於路面的出入口，任何一個往下走的開口都是水的入口，地下停車场的坡道、地下室的楼梯、半地下的店面全部算。今年那一波雨，除了台北市、南港、屏東、高雄、台南也都出現積淹水，這幾個地方離很遠，地形也不一樣。這就說明一件事，淹水這件事不是某一個城市的專利，也不是某一個年代蓋的房子才會遇到，它跟你在哪一格地形上比較有關係。接下來講地下室這一段，請你特別注意，因為錢最容易在這裡不見。地下室的進水是有順序的，而且這個順序幾十年沒有變過。水從坡道口進來，順着車道往下走，第一個到的是地下1樓，地下1樓如果吞不下，水繼續往下到地下2樓，地下2樓滿了，再到地下3樓。所以你記住一句話就好，最先泡的永遠是最下面那一層。這句話聽起來像廢話，但它會改變你買車位的決定。很多人買車位的邏輯是這樣，地下1樓貴，地下3樓便宜，反正都是停車，差幾階而已，我省下來的錢可以做很多事。這個邏輯在天氣好的300多天完全正確。在下大雨的那一天，它會整個翻過來，因為水往下走，地下3樓是整棟樓的最底，它是那個碗的碗底，上面每一層排不掉的水最後都會流到它那裡，而且退水的時候它是最後才退的，上面2層水都清光了，最底下那層還泡着。再來講機械車位，機械車位就是那種一個位置上下2層或是好幾層，靠機器把車升上降下的停車設備。它有一個先天的問題，下層的車是停在一個比地面再低一截的坑裡面，也就是說就算那一層還沒淹，只要有水流進來，最先碰到水的就是机械車位下層的車。而且機械車位怕的不只是車，它本身就是一套机器，有馬達，有鏈條，有感应器，有控制盘，這些東西泡過水，就算擦乾了，
能動了，你也很難確定它裡面有沒有留下問題。那泡水之後責任算誰的？保險賠不賠？這一點我要老實跟你講，我不敢下斷語，因為機械車位泡水的責任歸屬，還有保險理賠的實際做法，各家的契約、各個社區的規約、各張保單的條款差別很大，有的看管理是不是有疏失，有的看保單有沒有加保特定項目，有的還要看當時的狀況。你在網絡上看到某一個案子怎麼賠，不代表你家會一樣。所以真正該做的是在你簽約之前，先把2件事問清楚。第一，這個車位、社區的規約跟管理費裡面，防水跟設備維護是怎麼分擔的？第二，如果你自己要保車體險，泡水這一項是不是在保障範圍裡面，需不需要另外加？這2個問題花你10分鐘，但可以省掉你以後很多年的心情。好，現在講最實用的一段。看屋那一天，你可以親手做的幾件事，這幾件事不用花錢，不用帶儀器，不用懂工程，你就是一個要花掉大半輩子積蓄的人，你有權利在現場多站20分鐘。第一件，問人，問誰？問鄰居，問里長，問巷口開店的。問鄰居的時候，不要問這裡會不會淹，這樣問10個有9個會跟你說不會。你要換一個問法，你要問前面那次大雨，你們這邊水大概到哪裡？你把手比在小腿的位置，然後看他的反應。他如果說沒有，那是路面而已，你就再往下問一句，那水停多久才退？願意回答退多久的人，通常是真的經歷過的人。問里長更直接，里長手上有整個里的狀況，他知道哪幾條巷子每次都要放沙包，也知道哪幾戶每年都在清淤。你就說你想在這附近買房子，想了解一下排水。這種問法，多數里長都會跟你講。問巷口的店家最準，因為店面的東西一泡水就是錢，他們對水的記憶最清楚。第2件，量斜坡，走到地下停車場的入口，站在坡道最上面那一點，你不用帶尺，你用自己的身體量，先看坡道口的地面跟外面的馬路比是高還是低。有些社區的坡道口會先做一個小小的隆起，就像一道背脊，這是刻意的，目的就是讓路面的水不要直接往下灌，有這一道加分。完全跟馬路齊平，甚至比馬路還低，那你心裡要有數。再看從坡道口往下走幾階，你可以用腳步或用膝蓋的高度粗略比一下，這個高低差愈大，能撐住的水位愈高。第3件，找擋水板的溝槽。擋水板就是一塊一塊像門板的板子，遇到大雨的時候插在門口或坡道口擋水。而要插板子，地上跟兩邊的牆上一定要先做好卡榫的溝槽，所以你低頭看坡道口的地面上有沒有一條橫過去的凹槽，兩側的牆上有沒有2條垂直的軌道，有，代表這個社區真的準備過，而且很可能真的用過。沒有代表遇到那一天他們只能拿沙包。同樣的道理，你也看看社區的1樓大門、電梯前面的門口、機房的門口有沒有這些溝槽，看得愈多，你對這個社區的判斷就愈準。第4件，看電梯機房跟配電盤在哪裡。這一件很多人不會注意，但它是最貴的一件。電梯的機械跟控制設備，還有整棟樓的配電盤，如果放在地下室，而且放得很低，那麼淹水那一天損失就不只是幾台車。電梯停掉，整棟樓的老人家要爬樓梯，電力跳掉，抽水馬達也可能一起停，抽水馬達一停，水就更退不掉。所以你在地下室走的時候，抬頭看牆上，找那種掛着箱子的地方，看看它離地面多高。有些社區會把配電盤整個架高在一個台座上，離地半個人高，那是有人想過的。有些是直接貼着地面，你就自己判斷。第5件，摸牆面，聞味道。摸牆，地下室的牆，還有1樓靠外側的牆，你用手掌貼上去，從膝蓋的高度慢慢往上摸。如果某一個高度以下的牆摸起來比較涼，比較潮，而且顏色也不太一樣，那條就是水痕。牆會記得水到過哪裡，就算重新粉刷過，時間久了還是會浮出來。還有一種痕跡叫做白色的粉，牆面上柱子腳邊出現一層白白的像鹽巴一樣的粉末，用手一抹會掉，那是水在裡面走過又乾掉留下來的。看到這個，代表這面牆長期在跟水打交道。聞味道，走進地下室，先站着不動，深呼吸2次。如果聞到那種悶悶的像久沒開的衣櫃，又有點像舊書的味道，
那就是霉味。乾淨的地下室是有一點灰塵味的，但不會有霉味。霉味代表濕氣長期排不掉。還有一個小動作，你去看地下室的牆角有沒有除濕機，有沒有工業風扇，有沒有抽水機擺在旁邊。管理員平常不會無緣無故把這些東西放在那裡，東西擺在哪裡就代表問題發生在哪裡。這5件事加起來不到半小時，但他們能告訴你的比任何一份漂亮的說明資料都多。講完水，我們要公平一點。1樓的問題不是只有水，1樓還有另外3個代價，你要一起算進去。第一個代價，蚊蟲跟潮濕。1樓離地面近，離草叢，離排水溝，離垃圾集中的地方都近。夏天蚊子多是必然的，你可以裝紗窗，可以噴藥，但你改不掉它的位置。潮濕也是，台灣的梅雨季跟回南天，1樓的地板跟牆角濕的比樓上明顯。衣櫃裡的衣服，床底下的箱子，鞋櫃裡的皮鞋都要多花心思。一台除濕機一天開8小時，1年下來的電費不是一筆大錢，但它是一筆年年都在的錢。第二個代價，隱私跟噪音。1樓的窗戶就在人的視線高度，你在客廳吃飯，外面走過去的人一轉頭就看得到，所以很多1樓最後都裝了鐵窗，加了霧面玻璃，拉上後窗簾，房子最好的採光換掉了。噪音更直接，機車發動，垃圾車的音樂，路口的喇叭，隔壁店家的抽風機，這些聲音在4樓、5樓是背景，在1樓是前景。年紀愈大，睡眠愈淺，這一點會愈明顯。第3個代價是日後轉手的時候，買方會怎麼看？我不預測房價，這是我的原則，但我可以講一件跟房價無關的事，就是買方的心理。當你要把房子賣掉，來看房子的人會做跟你今天一樣的事，他會問鄰居，他會看牆角，他會問這裡淹過沒有。如果這一帶有過淹水的記錄，他心裡就會多一個問號。有問號的人出手就會保守。而且現在的人查資料比以前方便太多，一場大雨過後哪裡淹了，網絡上會留下很多影像，那些影像不會消失。所以買1樓你要先想清楚一件事，你買的是自住到老還是幾年後要換。如果是前者，很多代價你可以承受；如果是後者，你要先知道將來坐在你對面的那個買方會拿放大鏡看哪幾個地方。那1樓是不是就都不能買？當然不是。如果1樓真的一無是處，它早就沒有人買了。1樓有它非常實在的好處，而且這些好處對我們這個年紀的人來說，一年比一年重要。第一個，好，不用等電梯。你可能會覺得等電梯而已，有什麼大不了？但你去問一個住12樓，電梯保養那一天要爬樓梯的人，他會跟你講很多。電梯是機器，機器就會壞，會保養，會停電。住1樓的人這輩子不用煩惱這件事。第二個好是長輩的無障礙進出，這一點是真正的重點。人到了70歲、80歲，走路慢了，可能要用助行器，可能要坐輪椅。這個時候，家門到馬路之間有沒有台階，就是能不能自己出門的差別。有台階，每一次出門都要有人扶，久了就懶得出門，不出門肌力更差，人也更悶。沒有台階，推着輪椅就可以到巷口曬太陽，到公園坐一坐，到市場走一圈。這件事對一個老人家的身心影響大到你想不到。順便講一件很多人沒想過的事，萬一哪一天需要救護車，擔架從家門抬到車上，1樓跟高樓層的差別是以分鐘算的。第3個好是可以做店面或做用途上的變化。有些1樓位置在有人潮的路邊，本身就能做小生意，或是租給人家做小生意。有些1樓有前後院，可以種東西，可以曬棉被，可以放腳踏車跟工具。這些空間樓上再貴也買不到。那什麼條件下1樓反而值得買？我幫你整理成幾個條件，你可以拿筆記一下。第一，它是抬高的1樓，地板明顯高於路面，門口有幾階，而且階梯旁邊有做排水。第二，這一帶的地形不是碗底，不是坡腳，不是舊水道，而且問過鄰居跟里長之後，得到的答案是一致的。第三，社區有擋水板的溝槽，配電盤跟重要設備沒有貼着地面放，管理有在做事。第四，家裡有真的需要無障礙進出的人，或是你自己已經在為10年後的行動能力做準備。第五，你買了是要住到老，不是打算幾年後再換。如果這5個條件裡面你符合4個以上，
那一樓對你來說不但可以買，而且可能比樓上更適合你。那如果已經買了呢？這才是很多人真正的處境。房子在手上20年了，車位也早就買了，現在講這些會不會太晚？不會，已經買了，能做的事其實不少，而且大部分都不貴。第一件，擋水板跟沙包。今年那波雨勢的時候，主管的水利單位就已經對外呼籲2件事，一件是避免停留在地下室這種空間，另一件是1樓的住戶應該設置擋水板跟沙包。這2句話講得很直白，我幫你翻成生活裡的動作。擋水板要平常就備好，不要等雨下起來才想去買，而且買回來要先試裝一次。很多人第一次裝是在半夜，在大雨裡，在停電的時候，那時候你才發現螺絲不合，板子太短，卡榫塞住了。試裝一次10分鐘可以救你一晚上。沙包也是一樣，沙包不是拿來砌一道牆的，它主要是壓在擋水板的底下，堵在門縫，擋住地面的縫隙。而且沙包很重，一包装滿了，年紀大的人不一定搬得動，所以如果你要備，就備小一點，多幾包，或者跟鄰居講好誰負責搬。第2件，重要物品離地。這一件不用花錢，只要1個下午，你把家裡的東西分3類。第一類是泡了就沒有的，像是相簿、證件、印章、存折、老照片、契約文件，還有長輩留下來的東西，這些全部收在一個防水的箱子裡，放在你伸手拿得到的高處，不要放床底下，床底下是最低的地方。第2類是泡了很貴的，像是電器的插座跟延長線、電腦、老花眼鏡以外的醫療器材，還有備用的藥。延長線不要放地板，掛起來或架高，這一點很多人忽略，但地板上的延長線遇到水是真的會出事的。第3類是可以犧牲的，那些就放下面，沒關係。分完之後，你就會發現，其實真正不能泡的東西沒有那麼多，1箱到2箱而已。而這1-2箱，就是淹水那一天你會不會崩潰的關鍵。第3件，社區可以一起做的事，一個人做的效果有限，一個社區一起做，效果完全不一樣。可以在管委會的會議上提的有這幾項：坡道口做一道隆起或做擋水的設施，地下室的抽水馬達要定期試機，不要等到下大雨才發現轉不動。集水井要定期清，裡面積了泥沙，抽水的能力就會掉。配電盤跟電梯的控制設備，如果位置太低，評估有沒有辦法架高。還有社區要有一份簡單的行動流程，就是雨下到什麼程度，誰去插擋水板，誰去廣播，請大家把車開走。車開走這一點特別重要，因為地下室泡水最大的損失往往是車，而車是唯一可以在事前開走的東西。一個社區如果有一套明確的通知流程，那一天可以少掉很多損失。第4件，關於水災救助金，我知道很多人關心這個。發生災情之後，各縣市確實有相關的救助措施，但這裡我要講的保守一點，水災救助的金額、標準還有申請的條件，各縣市不一樣，而且會隨年度調整，所以正確的做法只有一個，就是以你所在縣市當年度的公告為準。真的遇到了，第一時間該做的是拍照，水還在的時候拍，退了之後也拍，拍水位到哪裡，拍受損的東西，拍門牌，然後聯絡里長跟區公所，問清楚當年度的申請方式跟期限，不要聽人家轉述，自己去問。好了，這些講完，我們回到最開頭那個問題，1樓還能不能買？地下室車位怎麼挑？我的答案是這樣，1樓不是不能買，是不能糊裡糊塗的買。因為1樓有2種，一種是站在路面上的，一種是站在幾階之上的。這2種在天氣好的日子看起來一樣，在大雨那一天完全不一樣。地下室車位不是不能買，是要知道水的順序。水往下走，最先泡的永遠是最底下那一層，省下來的那筆錢跟你可能承擔的風險值不值得，你自己算。而最重要的其實不是這2個答案，是你看屋那一天的態度。今年6月那一場雨，全台留下487件淹水災情。這個數字之所以值得記住，不是因為它嚇人，是因為它把一件事講明白了。當1小時的雨量超過排水系統的保護標準，那就不是誰家倒霉，而是雨大過了設計。內湖大溝溪站的 100.5 毫米對上台北市雨水下水道每小時 78.8 毫米的保護標準，中間那個差距
就是所有人一起承受的東西。你改不了天氣，也改不了地形，你能改的只有2件事。一件事你把房子买在哪一格地上，另一件事你在那一天来之前有没有先做好準备。所以下次你去看房子，记得多留20分鐘，蹲下来看门檻的高度，走到坡道口看那道隆起，低頭找地上的溝槽，抬頭看配電盤離地多高，用手掌摸摸牆，用鼻子聞一聞，然後走出去跟巷口的鄰居聊2句。這20分鐘不用花錢，但它可能替你擋掉的是往後20年每一場大雨的心慌。房子是拿來住的，也是拿來安心的。安心這2個字不在裝潢裡，不在坪數裡，它在你看不見的地方，在門檻那幾公分，在坡道那道隆起，在牆角那條沒有水痕的線。雨還是會下，一年一年下，但知道自己站在什麼高度上的人，聽雨的心情跟別人不一樣。